行了，不行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高す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在阿姆斯特丹待了2天之后，第3天我们要出发去羊角村。因为要去羊角村的方式，一种是自驾，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一日羊角村的旅行团，或者是像我们一样自己搭火车去。那如果是像我们一样自己搭火车去的话，建议可以买羊角村的1日来回票。它除了包含从出发地点到羊角村的火车和公车交通费用以外，它也有包含在羊角村的乘船体验。羊角村呢是一个阿姆斯特丹郊区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。那因为它距离阿姆斯特丹其实有点远，然后再加上在羊角村内，除了搭船以外，走路观光也需要一点时间。考量到交通的时间和在羊角村的观光时间，我们最后决定就是这一天只安排羊角村这个行程。我们等一下划这船也太美了吧！要走到羊角村之前，沿着河岸就会看到非常多的游船公司。船的种类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比较小型的游船，另外一种是比较大型的。这次我们的套票包含的是比较大型的游船。在搭船的时候，他也会一边帮我们做导览，介绍一下羊角村。Village. It has about 3,000 inhabitants, of which 1,000 can be very cool. 很幸运，我们这天搭到的船长就是羊角村出身的，他非常风趣，帮我们介绍了很多羊角村的历史，还有他的很多故事。羊角村内完全是用水路连通的。他们的房子都像是浮在水面上一样，木头的底，然后上面就是他们的房子。虽然羊角村是一个观光景点，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住在这里。拍照或者是观光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不要去侵犯到当地居民他们的隐私。我们那天乘船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，船长帮我们绕了最大的路线。穿过羊角村之后，后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湖泊。那湖泊乍看之下好像很深，但其实只有1公尺。这其实是我们那时候非常犹豫的一个点。搭船的方式有2种，如果是像我们一样是搭大型游船的话，其实就可以专心拍照。但缺点是它的路线跟时间其实是固定的。另外一种小型游船虽然可以自己决定路线，但是也因为要驾驶船的关系，没有办法说停就停。但因为搭乘游船又是羊角村的特色，
所以完全不搭船，只有在路上走的话，又会觉得有点可惜。结论来说，我们比较推荐的方式是选择一种乘船方式，另外再留一些时间在羊角村里面走一走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我们在逛完羊角村之后呢，也选择在这边的餐厅吃饭，好大一份，味道也不错啦，而且价格并不贵。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呢，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城市鹿特丹。鹿特丹是荷兰的第2大城市。那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搭快车的话，只要40分钟左右，距离相当近。饭店就在这里，没加 A 啊！抵达鹿特丹的当下呢，这天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差，风大到一个不行。不过好礼加在的是，我们这次选择的住宿饭店是刚好就在车站前面的鹿特丹万豪饭店。还好很近，不然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风大到一个不可思议。我们需要先开灯。一下来。然后请看这边，江车站就在眼前，真是超级方便。天气实在是非常的风超大的。置物区可以放我们的行李箱，然后后面这边是它的浴室，很宽敞，非常宽敞。然后它的浴缸在这里，也还算深，可以稍微泡个澡休息一下。那这边也可以吊衣服，有这个。鹿特丹万豪饭店也有行政酒廊，那它的行政酒廊跟长崎万豪饭店一样，都是 M Club 的。那 M Club 的酒廊特色就是它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，然后它的餐点等等的也都比较精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鹿特丹万豪饭店的欢乐时光竟然提供时间长达4个小时。餐点的部分，酒的内容差不多啦，饮料差不多，但是餐点部分每一天还会有点不一样。那早餐的部分一样也是在行政酒廊内提供。不过鹿特丹万豪饭店的酒廊早餐也蛮丰富的，选择很多，然后餐点的味道都还不错。现在早上7点左右，鼻音好重。我们这一天预计去鹿特丹附近的几个景点，那因为要去的景点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观光交通1日券。那这张1日券呢的好处是，它除了火车以外，
水上巴士、路面电车、公车、地下铁，通通都可以搭。刚好我们今天要去的景点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一张票。一早我们打算先去小孩风车提防。从鹿特丹车站过去的话，可以直接搭路面公车，再转搭水上巴士。搭乘路面电车的时候，可以一边欣赏他们城市的景色。鹿特丹整个城市非常的绿意盎然，可能是因为刚好新绿的关系，所以景色非常的漂亮。天气也非常非常好。水上巴士其实也非常方便，它都有写它的时刻表。因为荷兰是脚踏车大国，所以他们的脚踏车也都可以直接上水上巴士，是他们当地人也都会利用的一种交通方式。那不管是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，都要记得在车站要记得刷票。如果没有买一日券的话，其实上船之后也可以买车票。记得当下是有人用信用卡付款的。小孩风车提防是荷兰南部的一个很重要的风车景点，那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遗产。它本身是一个免费的景点，但如果你要参观风车或者是要搭船的话，需要另外买票。好大，好大！看看他们里面是什么东西，这可以进去参观的。哦，可以上去哦。哦，这是世界的梦鞋。3层呢。要睡觉的 bed。外面的景色，这太好了。总共有18座风车，那其中有开放给游客参观的只有2座。实际上站在风车前面，风车真的是非常大一座，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在风车里面是怎么样生活的，还有风车它是如何运作的。因为我们是春天去小孩风车提防，然后再加上天气真的非常好，所以整个景色非常的宁静，非常的漂亮。它其实是蛮长一段提防的，可以慢慢散步。那我们这次的方式是走过去再搭船回来，可以用2种不同的视角看到小孩风车提防的风景，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。第2个景点，我们回到比较靠近鹿特丹市区的立体方块屋。在荷兰里面，尤其是鹿特丹，有非常多非常奇特的建筑物，整个非常有趣。这天我们中午来到的市集，其实它的建筑物本身也非常的有特色，长得跟 Open 讲的头一模一样。里面有非常多的餐厅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摊贩，
那它从早上开到晚上，所以你可以从早到晚都来这边觅食。它其实料理的种类非常多，除了有就是荷兰当地的特色小吃以外，它还有拉面、日式料理、越南料理。咖啡厅、喝一杯的 bar 也有，甜点店也非常多。那我们这天就是吃了披萨，然后有吃到一个超级无敌好吃的当地的甜点。逛国外的市集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名字，真的是好奇就会想要试试看。看起来很 OK。然后我们后来又吃了越南河粉。会去吃越南河粉很大个原因是因为想要找洗手间。那这么大的一个鹿特丹市集，如果不是进去餐厅用餐的话，它其实洗手间只有一个地方，除了需要付费之外，还大排长龙。过了中午之后，我们再次搭乘了他们的地下铁，来到了海牙。海牙是荷兰的第3大城市，那它里面有许多国际组织，像是国际法庭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庭，然后还有许多大使馆。那因为海牙感觉起来就是在逛街的氛围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下一个城市代尔夫特。只能说把海牙的时间留给代尔夫特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代尔夫特真的是美到翻掉。代尔夫特是一个老城，那它里面有许多运河，然后教堂，还有老旧的市政厅。那运河旁边的树木林荫大道真的是整个非常的绿，非常的漂亮。有一点景色的。代尔夫特里面有2座教堂，分别是新教堂和旧教堂。那你其实只要买1张票的话，2个教堂就可以进去参观。但因为这是我们时间的关系，只有进去新教堂。新教堂的外观非常非常高，从广场就可以看到它最上面的钟真的是超高超高的。在欧洲，如果想要爬教堂或者是爬钟塔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没有电梯的。不过这也是一个来到欧洲必做的例行公事。呀，那 OK。哦，来了，就是这种老教会啊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这种。无止境，真的是无止境。哦哦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哈克斯伊。新教堂的钟楼其实有2层展望台。那我们爬上第1层展望台后，景色真的是非常漂亮。从新教堂下来后，为了要压压惊，然后顺便补充一下体力，所以我们就随意在广场上找一间餐厅，坐下来喝杯酒，吃点薯条。我们都觉得是下午茶的时间应该喝杯咖啡，但其实当地的人都是在喝啤酒，每个人桌上都是一杯啤酒，然后就坐在外面晒太阳，享受着美好的天气。
美好的景色。真的是一个很惬意的午后。觉得来荷兰玩的话，是一个可以充分享受自然风景的地方。比起城市的景色，我们去的每一个郊区景点，都让我们真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喜欢欣赏自然风景的话，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搭着 FlixBus 前往南边的比利时。跟荷兰比较下来，我们这次更喜欢比利时。那我们这次打算去比利时的4个城市，4个城市分别有什么景点，有什么特色，有什么好吃的，就看我们之后影片的介绍咯。那么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咯，拜拜。19。